各位，我们今天直接切入正题。今天我们要来深究一个许多男性避而不谈却绝对无法忽视的议题——摄护腺，或者我们常说的前列腺。很多人有一种传统观念，觉得摄护腺出问题就是老化过程中不可逆的宿命，好像年纪到了，除了无奈接受也别无他法。但今天我们要彻底打破这个迷思，摄护腺绝对不是一个诅咒，它是我们可以主动防御、积极管理的生命线，更是掌握男性尊严与生活品质的关键。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开始。试想一下这个画面，你正睡得香甜，但每个晚上总是被一股难以忍受的尿意硬生生逼醒3-4次，睡眠品质全毁啊！白天精神涣散，好不容易走到小便斗前，却得费尽力气的等，最后只能排出细弱无力的尿流，甚至解完后还会滴滴答答弄湿裤子。说真的，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劳，这根本是对生活尊严的一种无形剥夺。它让你不敢出远门，害怕社交，甚至担心膀胱会不会就这样永久坏掉。而这就是许多男性每天都在默默承受的真实生活。你知道吗？这颗隐藏在骨盆腔深处的器官，大约就只有一颗粒子那么大，重量仅仅只有20公克。但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区区的20公克，竟然完全主宰了一个成熟男人下半身的自主权。它决定了你排尿顺不顺畅，性功能正不正常，甚至是你的整体生活尊严。这颗小小的腺体，到底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其实，随着年龄增长，还有雄性激素的长期刺激，这几乎是每个男人迟早都会面临的威胁。来看看这些惊人的数字：50岁以上的男性，有一半已经被摄护腺肥大，也就是所谓的 BPH 给缠上了；而到了70岁以上，这个比例更是飙升到80%。而且这还不包含隐形杀手摄护腺癌。摄护腺癌现在已经悄悄攀升到台湾男性癌症发生率的第3名了，所以你的担忧是绝对有道理的。这就来到了一个让人非常头痛的两难局面。当面对这些威胁时，传统的医疗选项往往让男性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一边是长期吃药，但伴随而来的可能是眩晕、低血压，甚至是让人难以启齿的勃起功能障碍和逆行性射精。那另一边呢？如果抽血发现异常，传统做法就是要你直接去面对充满恐惧的盲目切片，这意味着要承担流血和感染的极大风险。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完全不想面对的选择题，对吧？大家最怕的大概就是拿到健检报告的那一刻，当你的摄护腺特异抗原，也就是常听到的 PSA 指数出现红字，刚好落在 4.0 到 10.0 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时，那个焦虑感真的是瞬间爆表。但是在过去缺乏精准评估的年代，有高达3/4落在这个区间的男性，在白白挨了痛苦的切片针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得癌症。这种身心的双重折磨，现在看来实在是太冤枉了。不过，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可以把这种对盲目切片的恐惧彻底放下了。我们正式进入了精准医疗的时代。现在的医学可是非常聪明的，我们不会只看单一的 PSA 数字就叫你动刀。如果你的指数在灰色地带，我们会先验一个游离与总 PSA 的比值，或是做 PHI 前列腺健康指数检测。如果数值安全，这其实暗示你很高几率只是良性肥大，只要定期追踪就好。接着，我们会透过高灵敏度的多参数磁振造影，也就是 MP-MRI， 精确定位病灶。光是这一步就可以直接帮30%到50%的人省去不必要的切片。最后，如果真的高度怀疑有肿瘤，我们才会用融合影像标靶切片，像导弹一样精准打击可疑区域，彻底告别过去那种盲目乱切的时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资讯非常关键，甚至可以说是能救命的医学秘密。如果你或是你家里的长辈正在吃治疗摄护腺肥大的药物，像是无 alpha 还原酶抑制剂，请务必特别注意。这类药物虽然能让摄护腺缩小，但只要吃超过3个月，它会让抽血验出来的 PSA 数值假性减半。也就是说，如果验出来是3，实际上你的数值可能是6。所以在判读报告时，必须把数值乘2倍来校正，否则你极有可能会漏掉体内正在悄悄发展的癌症病灶。除了检查技术大升级，治疗方式也迎来了真正的革命。现在有了超微创科技，
你不再需要为了排尿通畅而牺牲性功能。我们来看看目前台面上这几个超强的现代医疗武器。首先是 UroLift 射护线拉开术，它的概念就像是用微小的植入物把挡路的组织直接钉开，不仅效果立竿见影，更是目前保留射精与性功能最好的选择。再来是 Resume 水蒸气消融术，它是利用天然水蒸气的热能，让肥大的细胞自然缩小，就连非常棘手的中叶肥大都能轻松处理。最后是 Aquablation 水道消融术，这招更厉害，结合了超音波和机器人手臂，用完全无热能的高压水柱，精准切除多余组织，让术后恢复变得异常顺利。这真的是科技带给男性的巨大福音啊！当然，把健康全交给医生还不够，我们自己也能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出击，启动抗发炎防线。这个26% 代表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只要每周维持3到5小时的中度到重度有氧运动，像是快走啦、游泳之类的，你就能把射护腺肥大恶化的风险大幅降低26%。为什么这么神奇？因为当你的肌肉在运动收缩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叫做烟尾素的肌肉因子。这个超级因子能在你的全身还有射护腺局部产生非常强大的抗发炎作用，甚至能明显改善那个最让人心烦的夜尿问题。再来就是骨盆底肌训练，对，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凯格尔运动。千万别以为这只有女生才要做。透过规律的收缩提肛肌和尿道括约肌，你可以大幅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这就像是帮你的尿道神经建立起一道坚固的肌肉防线，它能有效对抗尿急、尿后滴沥。而且，如果你刚做完射护腺手术，这绝对是你对抗漏尿的第一线黄金复健法。有了运动打底，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块拼图，如何透过营养学与天然萃取物来精准保养。大家都知道吃番茄对射护腺好，因为里面有满满的茄红素，但重点是你怎么吃。茄红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能阻断慢性前列腺炎。不过，如果你只是生吃番茄，吸收率其实非常低，因为茄红素是脂溶性的，你必须把番茄加上一点油脂，然后经过加热烹调，像做成番茄糊或番茄汤那样，这样才能有效破坏植物的细胞壁，让小肠的吸收率和生物利用率大幅飙升。接下来看看这个惊人的数字哦，41.7%，这可是真实临床研究出来的降幅哦。这是怎么办到的？研究发现，如果你每天补充320毫克的南瓜籽油，再加上320毫克的聚棕榈萃取物，这两者搭在一起会产生超强的协同抗炎作用。这是临床追踪中极少数能够成功让血清 PSA 浓度大幅下降达 41.7%， 还能让排尿症状评分逆转回轻微状态的黄金组合。精准营养的威力真的不容小觑。不过，在补充营养的时候，有个大家很容易犯的致命错误，我必须提醒一下，就是微量元素锌的双向中型效应。射护腺组织确实含有大量的锌，适当补充绝对有帮助。但如果你长期盲目的去吞那种高剂量的锌补充剂，比如说每天超过75毫克，这不仅没有保护作用，反而会大幅增加罹患侵袭性射护腺癌的风险。所以听好了，请尽量从天然食物，像是南瓜子、海鲜里面去摄取，千万不要滥用高剂量的保健食品。我们聊了这么多精准医疗和日常保养的方法，现在其实你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有一个超级实用的工具，叫做 IPSS 国际射护腺症状评分表，这在临床上是非常标准化的计分卡。看完这集之后，你可以立刻上网搜寻这个量表，花个几分钟为你自己或是为家里的老爸做个快速评估，搞清楚目前的排尿状况到底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这就是你主动管理健康的第一步。从精准的科学检测，不会破坏性功能的超微创手术，再到日常生活中的有氧运动与精准营养，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解救这颗20公克的生命线，我们现在手里握有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所以最后我想请大家问问自己，你准备好停止对老化消极妥协，运用今天学到的这些科学知识，主动夺回你下半身的控制权与生活尊严了吗？
希望今天的内容有为你带来实质的帮助与启发。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